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蜘蛛侠，纽约市的大忙人，基因在变异边缘，还解决了吸血鬼摩比斯的事情。没想到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一支探险小队发现藏在森林10庙内的神秘石碑，作为传说中的时光之碑，很快被运送回美国，全世界巡展。但首先，石碑会被交给康纳斯博士研究，看不出来，博士管的业务还挺多。面对记者采访，康纳斯没有否认时光之碑能永生，金并私下出资5000万购买，遭到拒绝。显然，全球的收藏家都想拿到这块石头。彼得猜都猜得到，纽约又要出乱子了。果然，西尔维曼第一时间派铁头赶到货运港口，直升机飞到港口扔下烟雾弹。铁头试图强抢石碑，不过彼得早有预料，他在港口拦截了铁头，却被铁头撞进绞鱼机器内。好在彼得在出门前做好了准备，加强过后的蛛网粘住了报刀。彼得扔出齿轮夺回险些被飞机带走的石碑，警察将他团团围住，眼看又要背锅。这时冒险团及时出现，帮彼得洗刷了黑锅。看样子不正常的只有纽约人民了。铁头这次办事不力，被西尔维曼踢出局。西尔维曼的女儿安慰他不要生气，老人告诉他的女儿，时光之碑能返老还童。想起被金并戏耍的自己，西尔维曼急切地想重返年轻，他要再次登上犯罪大舞台。此时的金并还在陪妻子吃饭，温妮莎劝他放弃犯罪事业，但野心膨胀的金并怎么会放弃？他无视了妻子的劝导。在温妮莎离开后，被西尔维曼踢出局的铁头冲进了房间，他带着关于石碑的消息来投靠金并。金并这才知道石碑中真的有神秘力量。但恶鬼事件在前，面对铁头的毛遂自荐，金并没有相信，而是给他安排了另外的工作。至于找石碑的任务，就交给了阿里斯特。此外，康纳斯实验室外，黛布拉从楼上下来，遇见了门口的艾丽莎。黛布拉提醒他暂时别去打扰博士，自己就跟着弗拉什出去约会了。显然，摩比斯送来的助攻非常管用。这时，艾丽莎发现蜘蛛侠进入了康纳斯博士的研究所，彼得是来接受每天1次的治疗。博士告诉他，时光之碑有神奇的力量，但目前他只找到了让时光加速的折射。博士猜测这石碑上有能帮助彼得基因变异的能力。还没等彼得高兴呢，巨大的机械人破门而入，目标正是石碑以及康纳斯博士。在和机械人争斗过程中，彼得惊讶地发现博士的身体居然再次变异了。他赶紧带着石碑引开了机械人，操控机械人的果然是阿里斯特。这机械人被安装了导弹、激光和脉冲枪，彼得被脉冲枪打中，见阿里斯特穷追不舍，便引他在走上摇摇欲坠的支架。阿里斯特上当，彼得以为逃过一劫，没想到机械人还会飞，抬手2发弹药将彼得炸进了仓库，石碑也被夺走了。要不是金并催促，阿里斯特还想将蜘蛛侠一并解决了。保护石碑失手，彼得换上衣服，遇见离开的艾丽莎，对方约他吃饭，彼得本想拒绝，但看见玛丽姐和哈里欢声笑语的样子，他立刻就答应了艾丽莎。另一边，阿里斯特在研究石碑时出了点岔子，他发现石碑被注入的能量太多，失去控制了。他们必须找到康纳斯博士，才有可能遏制能量。阿里斯特派出了机械人，没想到彼得也上门询问康纳斯博士变异的情况。教授刚劝妻子带着孩子离开，但被妻子拒绝了。他告诉彼得，这段时间他一受到压力刺激，就会出现变异的情况，所以找到石碑不仅是救彼得，还为了救自己。这时机械人出现，康纳斯在惊吓中变成了蜥蜴人，他3两拳将机械人捶倒在地。阿里斯特挣开蜥蜴人，却没有看见康纳斯，便把博士的妻子绑架离开了。气的博士立刻钻了下水道，彼得见状赶紧追了上去。而另一边，西尔维曼找到了墓碑，艾丽莎给父亲出了个主意，去实验室蹲康纳斯博士。于是墓碑接受指令抓捕康纳斯博士和金并的夫人威妮莎，用来交换石碑。温妮莎被堵在车上，不得不跟着墓碑离开。彼得追进了地铁站，利用轨道电晕博士，将他带回实验室，用基因转化器治疗。没想到墓碑破门而入，打翻了实验室的化学药剂。他可以不用呼吸，但彼得却要窒息了。现在压力给到了蜘蛛侠这边，墓碑见康纳斯要开溜，立刻放弃蜘蛛侠，转而带走了康纳斯。彼得打开排气扇，吹散实验室化学气体，追了出去。到外面后才想起自己和艾丽莎还有约会，没想到刚赶到现场，他就发现艾丽莎被铁头给绑架了。彼得为了救人，险些把自己搭进去。逃出来后，发现铁头带走了艾丽莎，彼得有些傻眼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？金并也收到西尔维曼的消息，得知温妮莎被绑架，他怒火中烧，好在偷偷把西尔维曼的女儿带了回来。这下两边都有了人质。康纳斯被关进了西尔维曼建造的10庙中，得知女儿被绑，西尔维曼心疼不已。而彼得在家研制出了防滑定位，刚上街就偶遇了在找康纳斯博士的机械人，两方交手，彼得发现绑架康纳斯博士的人不是阿里斯特一方干的，彼得激怒了阿里斯特。这时金并接到西尔维曼的消息，两边打算交换人质，于是机械人被紧急召回。彼得扔出了防滑
查定位器，追着机械人找到了仓库，发现康纳斯博士的妻子在这里，也撞见了希尔维曼和金并的人质交换。只可惜两边都不是守信用的人，机械人立刻捆住了交换的人质和石碑，墓碑用枪射击机械人，对方当场倒地，人质全跑了。趁着外面打起来，彼得救出了康纳斯博士的妻子，他正准备带走这对夫妻，却被恢复能源的机械人拽开。眼看阿里斯特还要对蜘蛛侠动手，康纳斯发射激光切割了机械人的手臂。金并命令阿里斯特放弃蜘蛛侠，先救回温妮莎。墓碑正准备带走艾丽莎，铁头杀到，扔下烟雾弹掳走艾丽莎。彼得只好先追铁头。混乱中，康纳斯夫妻和石碑又被墓碑给带走了。彼得抓住了直升机，利用铁头攻击自己卡住的时间放出艾丽莎，但他没有想到艾丽莎也是恶人之一。蜘蛛侠当场被麻醉枪放倒，让艾丽莎带上飞机离开了。温妮莎回到金币那边，阿里斯特通过自己机械人上的定位器反向追踪了蜘蛛侠。另一边，彼得的马甲险些被墓碑给扒了。艾丽莎阻止墓碑，扒马甲的权利只有他父亲才可以做。这时，康纳斯在逼迫下研究出了返老还童的时光器，虽然成功了，但康纳斯觉得具体数据不清晰，需要再研究。但艾丽莎却觉得康纳斯这是缓兵之计，无论如何他都要完成父亲的愿望。康纳斯被迫将石碑放进了石庙。就在他再三劝导希尔维曼实验还不稳定的时候，艾丽莎不满地下令让墓碑将康纳斯关回实验室，哄堂大笑了。康纳斯在实验室拼命试图阻止，但门外的墓碑已经在希尔维曼的命令下打开了遮阳板。阳光照进来的瞬间，追踪彼得的机械人也冲了进来。他和墓碑之间的战斗让彼得的手被解放了一只，彼得吐丝拽住了机械人，没想到给墓碑助攻，让他顺利拿到了艾丽莎递来的枪支，一枪就将机械人放倒在地。没等彼得再拽动武器，希尔维曼启动机器将他全身捆住。阿里斯特见机械人站不起来了，他立刻将电路击中到摄像头，准备看清石庙内发生了什么。同时，金并让铁头去准备抢走石碑。希尔维曼接受了阳光的辐射，康纳斯教授在实验室急眼了，当场化身蜥蜴人。希尔维曼重返青春，还没等他摘下彼得的头套，狂化的教授撞开大门袭击众人。年轻的希尔维曼还能和他过招，这时蜥蜴人的尾巴扫到墙面，彼得没了束缚，立刻和墓碑打成一块。艾丽莎不知道帮谁合适，最后一枪打中了蜥蜴博士。希尔维曼刚想夸赞自己年轻的身体，下一秒他的身体扭曲，居然从青年缩小成了婴儿。就在彼得和墓碑对战的时候，机械人给墓碑补了一刀，铁头冲进了房间和彼得打成一团，墓碑开枪击中俩人。混乱中，他将蜥蜴博士撞进了石庙。艾丽莎要求墓碑立刻毁掉石庙，这东西害得他父亲成了婴儿。墓碑立刻开启仪器，教授在石庙中遭到辐射，居然从蜥蜴人恢复成人类了。彼得撕开铁门救出博士的妻子，铁头趁机抢走了石庙内的石碑。彼得救了教授妻子，还得拆石庙的大门，躲过回弹的光束，成功将教授救出来。在石庙爆炸前，彼得才将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救出了大楼。而在另一边，温妮莎发现劝不动金并，自己却3番5次被卷入危险，她终于失望地表示要离开金并。这时，铁头带着石碑回来，金并没了老婆，觉得石碑把希尔维曼变成小孩，对自己毫无意义。他让铁头将石碑丢掉。而康纳斯博士醒来，发现石碑不见，有些遗憾。要是研究好了，说不定还能帮蜘蛛侠恢复。谁也没想到，铁头转手将石碑卖给了秃鹫，狠狠地捞了一笔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下评论哦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